欢迎大家来观看我的旅游回忆哦。这是我第一次在日本开车自驾旅游。以前在日本旅游，主要是利用 JR， 比较偏远的地方都去不了，或是交通不便，1-2小时才会有一班车，所以一直考虑想开车自驾。18年的时候，有租机车游玩近畿区的经验。当时就对日本的驾驶留下良好深刻的印象，在对右驾车辆和号志不熟的情况下，还是勇敢地开启了这趟旅程。这次计划是从大阪租车出发，打算去看姬路城、仓敷美观地区、濑户大桥、名门漩涡几个地方。住宿地点也只预定大阪和明石2晚，剩下的行程就边走边安排。关西机场还是熟悉的关西机场，只是过关变得复杂很多，一共排了4次队。第1晚的饭店，我选择了靠近新大阪站的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离我取车的地点很近，走路不用5分钟。前往市区，我习惯搭乘南海电铁，机场到难波，特急1人只要日币1350。日本的租车不便宜，1天含保险大约要1万日币，3人同行才会舍得租车。到了难波站，换乘玉堂金线到新大阪车站。这时时间大概是7点左右，天色开始暗了下来。然后在新大阪站经历了再次迷航，选择搭乘计程车前往饭店。房间的大小 OK， 短暂休息整理后去吃晚餐，在饭店对面的巷子找了评分不错的拉面。汤头的特色是用鲷鱼熬煮的清汤，有点吃装潢的感觉，味道还行，分量有点少。第2天的计划是先熟悉日本的汽车和路况，所以规划了比较短的2个路程，先前往神户吃中餐，再移动到明石的旅馆。饭店的早餐味道不错，风景也好。退房后就走路移动到取车处，仔细的确认车体损伤后，很快完成租车的流程。这次是在租车网站旅来网租的车子，手续很简单。网络上查到神户临海乐园可以免费停车3小时，停车场在神户塔旁，而且日本停车位好小。接着乘坐海岸线到三宫花石纪前站逛一下。在网络上找了一间日式洋食餐厅 Mo， 店小小的，要上2楼，装修风格呢有点复古。点了炖牛肉、炸猪条、糖醋口味的鸡肉，味道给我的感觉很深厚，是好吃，但可能有些人会不爱哦。
因为时间不多，神户只打算在中华街晃晃。路上发现布莱恩在日本应该叫神户吧。中华街没有隔壁的西园商店街热闹，只有包子店大排长龙，没吃过，不想排队。接着我们散步到网络评价很高的蛋糕店，它的一个小小蛋糕大概都要日币500左右。我们一共外带了4个，准备进旅馆后吃。对了，隔壁的牛奶双擎也很贵，吃起来也不行。今天晚上入住的是温泉旅馆。这间旅馆历史很久，感觉会觉得有点旧旧的。馆内的摆设和老照片则是很有看头哦。可能是房间有点旧，他给我们2间合并的空间，所以空间很大，非常舒服，还附有2间厕所哦。蛋糕很好吃，不甜，是大人有深度的味道。为了怕变形，包装上很用心。晚餐计划是到隔壁车站于之鹏商店街，想去的都客满，最后找到这间万彩。一上桌的小菜就让我惊艳的多点了1杯酒。吃完蛋糕不太饿，点了4样东西，一直被说点太多了，结果每样都是1小份，还好吃完大家都不饿，味道是真的好吃。厨师接单才做，食材好，功夫精湛，很推荐。旅馆除了温泉很舒服，早餐会席也简单好吃。前一晚预订好了4晚昌福的酒店，所以今天的计划是先去姬路城，再去昌福的饭店。导航先导到大手前停车场，再走路去姬路城。一开始在外头，我还没有觉得姬路城很厉害。进来就整个被吓到。大阪城只是一个公园里头的天守阁，姬路城是真的一座完整的城池。一边往天守阁前进，一边可以想象攻破城池要死伤多少人。参观姬路城的天守阁要脱掉鞋子，我选择打赤脚。所以让我感到兴奋的是，除了可以用手触摸木头外，还能用脚感受400多年的岁月在木头上留下的足迹。
整座天守阁梁柱都是用木头搭建的，其中有2只大树干，高度有7层楼这么高。看到模型才知道对比现在，以前的基督城有多大。基督城附近的餐厅客满，要排队，所以决定去不远的道之驿吃饭。这个道之驿的特点就是有美丽的海景，季节对的话，周边有很多生蚝店哦。今天中午点了生小鱼、天妇罗、生鱼片套餐。吃饱饭，一边吃冰一边看海景发呆。开了1小时左右的车，来到长福，顺利的在饭店旁的停车场找到了车位。晚餐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烧肉，油烟很大，看不懂菜单乱点，吃了一堆油脂。牛舌跟牛肋条非常好吃，软嫩到感觉入口即化。店里的用餐气氛很好，隔壁桌的客人很友善，推荐我们点牛肋条，并告诉我们明天晚上有祭典。